500万，嫁给我儿子。3000万，你揍他一顿。伯母，您忘了，我小时候给他治病，把他剃成了光头，他记恨到现在。况且，我这次来是给爷爷看病的，所以……依依啊，我听说你爷爷的遗物还没找回来，他给你的医馆好像也要准备改成洗浴中心了。1个亿，给陆家生个孙子，医馆的事儿我来解决，你爷爷的遗物我也帮你找回来，怎么样？为什么是我？小九这小子整天游手好闲，只有你能治他。爷爷，对不起，为了保住医馆，我只能靠这个办法了。陆夫人，你有小九爷的号码吗？有，你的手机拿给我。给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走，我带你们2个呀去领证去。相亲？不去。要不您跪下求求我考虑考虑。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！要不是你爷爷重病要冲洗，我何必低三下四去求人家？妈，您不也单着吗？我还小，要不给老头冲洗这事儿，您亲自上？小你个头，陆十九！九哥，你干嘛整天跟个痴汉一样，盯着凡凡妹妹的照片？滚一边去！谁盯着他了？那家伙现在长什么样了？陆十九！来人，把少爷绑起来，押到民政局。我不去，我不相亲，我不去相亲，我不去。你小九爷，多年不见，你还是一点没变。江凡凡，怎么是你啊？怎么，相亲对象是我，你不满意？我当然不满意啊。他满意。凡妹妹，九哥每天看着你的照片，魂不守舍呢。谁魂不守舍了？我这是时刻提醒自己剃光头之仇。陆夫人，既然小九爷不想领结婚证，那算了，反正我也不想嫁。不行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他，不能就这样让他跑了。等等，你越不想做的事，偏要你做。妈，我要跟他结婚，现在立刻马上。依呀，还是你有本事，知道他这头倔驴喜欢跟你唱反调，果然一会儿就把证给领了。伯母，我之前拜托你的事，你放心，我已经让人去办了。办什么？小爷我还是如此英俊潇洒。小九爷，好久不见，头发还好？江凡旅，我警告你啊，别再打什么歪主意。你放心，你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。行，那就看谁折磨谁吧。江凡旅，找了你这么多年，现在总算落在我手里了。什么？老爷病危？好，我们现在回去。老头儿，
老爷子这情况，早点做准备。谁说他不行了？信不信小爷现在就收拾你们？小九，别胡闹，让你爷爷安安静静的走不好吗？当年父亲离奇失踪，有传言说是二叔为夺权下的手，所以这些年老头一直不肯放权。如今突然病危，恐怕也是陆振海搞的鬼。我能救陆爷爷，给我半小时，不要有人打扰。好，我信你。所有人都把嘴闭上。装的挺像，难道他真有本事？不行，老爷子一死，陆家就是我们的，绝不能让他得逞。哪来的野丫头？你要害死爷爷吗？赶紧把针给我拔了！我都说了把嘴闭上，听不清楚吗？小九，不打扰可以，但是老爷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就剁了他那双手，丢出去喂狗。不用，人是我点头让治的，出什么事砍我的手。行，这话是你自己说的，到时候别怪二叔不讲情面。爸，爷爷没气了。爸，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呀，爸呀！老不死的总算走，19，这继承人的位置是我的了。人，我已经治好了。你住口！人都让你治死了，你还在胡说八道！来人，把他推大蛇，给我扔出去！怎么回事？诈尸了！老爷子诈尸了！混账！哭什么？我还没死呢。老头儿，你醒了。感觉怎么样？之前呢，这胸口憋得慌，气都喘不上来。现在这全身呢，轻松了。哼，当初剃我头给我治痱子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女人有点本事。是你说的快死了？不是我。给我滚！爱磕头，要等我真的死了再来磕。小九一留下来，其他人都出去。他竟然能救活老爷子，看来绝不能让这个女人继续留在陆家。爷爷，今天多亏你救了我。陆爷爷客气了，我和小九结了婚，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结婚好啊，可有些人就嫌我活得太久。小九啊，你打算什么时候接手家业？爷爷怕是护不了你几年了。老头，你在这儿胡说什么呢？我妈让我跟江凡凡结婚冲喜，现在都成功了。要不是你，我能受这么多委屈吗？想我白城第一帅，居然便宜了一个小胖团子。小胖团，你来追我呀！哎呦！小胖团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把你剃成光头，看你还敢不敢叫我小胖团！啊！救我啊！陆十九，老头，你刚醒又整什么幺蛾子？跪下，给你媳妇儿磕个头道谢。不是，这还没完全治好，道什么谢啊？等他真把你治好了，跪下叫他爹都行。好。
我的好大儿。行，赶紧滚！哎，对了，去把那结婚证拿过来让我看看。依依啊，你告诉我，是不是小九他妈强迫你了？这是李总，你的未婚夫，后面有他的联系方式和地址，明天乖乖去领证。领证前，赶紧把遗书交出来。不去。不去？他这医馆啊，还有你爷爷留的东西，你都不想要了？李老板刚丧妻，你嫁过去直接当妈，多省心。你顶着江小姐的身份这么久，还偷了爷爷的医书，公司现在需要药方，你可别耽误我们和李家的合作。好，300万嫁妆，我结婚，医书给你们，给不出嫁妆，免谈。我确实是被迫的，只是胁迫我的人不是陆伯。小九这不成器的臭小子，哪能配得上你？真的是委屈你了。陆爷爷，我确实和伯母做了交易，但我并不委屈。我爷爷走后，我一直都想脱离江家，现在终于如愿了。接手家业的事情，我会劝小九的，您放心。答应什么了？放什么心啊？好，小九，我们陆家从不委屈儿媳，该给依依的彩礼、股份，你赶紧去准备。另外，这事先别公开，你要再这么没出息，我就把那股份全留给依依。哼，行，反正是婚后夫妻共同财产，我也占一半，到时候躺平岂不是更舒服？哼。啊，伯母，这结婚证能先给我吗？我出去一趟，回来再给你收着。还叫伯母呢？这个结婚证你拿着吧。从今天开始啊，你和依依睡一个房间。知道了吗？知道了吗？没大没小。好了，你们出去吧，让你爷爷休息一下。知道了吗？小胖团刚才要是不躲，我这张帅脸也不会摔直。我头发总长不长，准是当年被他剃光的后遗症。嫁给小爷，心里不爽也受着吧。东西呢？以后好好跟李总过日子，没事儿就别再联系。江小姐这卖身钱还真不少啊。别难过，能嫁给李老板是你的福气，毕竟年纪大了才懂得疼人。这女的说话这么重，她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喂，长得又老又丑就不要出来吓人了。江凡凡，那种货色跟你说话你也搭理？拿我做交易，嫁给我这么委屈吗？江凡凡，当年你踢我头那狠劲去哪儿了？你干嘛不兑回去啊？谁都能欺负你是吧？他说那老东西是不是叫李永胜那老头？名声都烂成那样了，还让你嫁给他？这你没生气？没教训他们？我又没答应，托你的福，我还拿了300万嫁妆呢。300万，打发叫花子呢？不对，江凡凡，你为什么偏偏跟我领证？你就暗恋小爷吧你！当年故意把我头剃光，是为了让我变丑，让别人不喜欢我，你好独占我是不是啊？你大脑光滑的都反光了，就不要思考了。我只是跟你妈做了交易。交易？不会要睡我吧？
你猜？哎，这江凡凡，喂，你小时候把我欺负惨了，现在还想睡我，你未免太不把小叶放在眼里了。陆19，夫妻义务你得履行。不过，你看起来身子骨好像不太行，回去我给你开点药，好好调理一下。是我不行了，小叶我喜欢的很。试试。试就套话呢？你就是馋我身子。敢吗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我就没怕过谁。江凡凡，有些事儿咱们得事先说清楚。小时候是我让着你，剃完头之后咱们就两清了啊。我可以娶你，但是咱们得约法三章，签个婚内协议。头发长长了，胆子也变肥了。我凭什么要签？对我有什么好处？你就惦记那点好处呗，没好处你就不做啊？没好处的事，我为什么要签？行，签了它，我妈给你多少，我给你3倍。100万，小钱，小爷我今儿心情好，多给你100万。1个亿？多少？1个亿？江凡凡，你抢钱呢你？我不管，反正要钱没有，要命我也不管。你就说你签不签吧。要我签也可以，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蹲下，把我伺候舒坦了，我就签。他怎么会这么主动？这里面该不会有诈吧？Hey, what you doing to me, babe? I'm really feeling your swag, but got me flying so high. You're so sweet. 身材挺不错的，果然睡你比睡李总划算。你拿我跟他比？那要不要证明一下？江凡凡明明在耍流氓，我怎么还有点期待啊？不行，他肯定是被逼迫了，我不能顺着他来。江凡凡，你果然没安好心，这协议没法谈了。干什么玩意儿？少爷，夫人吩咐，今晚您必须跟少夫人睡一起，哪儿也不许去。要是强行出门，就让我们电您几下，长长记性。少爷，门外的围墙上临时拉了电网，您要是不怕被电，可以爬墙。江凡凡，我警告你，赶紧把这协议签了，放我出去，要不然我就剪你头发！这陆19简直和8岁时没区别，就个子长了点儿。算了，没工夫陪他玩，医馆也拿回来了，耽搁这么久的议诊也该启动了。好吧，放你出去。来啊，骗我呀！刚才不挺能耐吗？是，我陪我老婆去散步，你还要跟着？不用跟着了。是，少夫人。谢谢你，我亲爱的老婆。哟！
江凡凡，想骗我没那么容易。小爷我跑了，有能耐来追我呀！九哥，你怎么才到啊？给你看哪个？随便。那，真吓死我了！我跟你说，刚才有人想睡我。不是，谁这么大胆，敢睡你？我老婆。不是，你不是找他报剃头之仇吗？怎么抱到床上去了？要不是他能治好老头子，我能妥协吗？我九哥，你们现在都是一家人，仇干脆也别报了。报？为什么不报？我跟你说啊，剃头之仇不共戴天，就算是家人也得报。这要您拿回去好好吃，好好休息。谢谢。江凡律，你这个小贱人，请了方李总鸽子，还骗家里的钱，赶紧把遗书交出来！你这个没人教的下贱种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原本让你当富家太太，既然你给脸不要脸的话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遗书是爷爷给我的，我不可能给你们。另外，当初你们求我救人的时候，收了上千万的好处，这300万是我应得的，剩下的应该够还爷爷10几年的养育之恩。我们两清了。你想得美！你想靠老爷子的医术赚钱，我偏不让你如愿。我告诉你，你的照片已经发出去了，就看哪个老板出价高。等你被卖了，我让你生不如死！你居然敢打我！江曼月，你推我落水，害我摔下楼，偷医书给我下药，这一巴掌对你来说可能太轻了点。妈，你看这个小贱人！来人，打断他的腿！扒光了衣服，丢车上！马上通知李老板过来提人。小爷的人也敢动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陆少，您怎么来了？陆少，都是我这个不争气的女儿，偷了家里的东西，还出去跟了小混混。我是想让她回去才起了冲突，给你添麻烦了。陆少，您和凡凡怎么认识的？老婆，告诉他们咱们怎么认识的。老婆？不，这绝不可能。没什么不可能的。阿森，赶紧把欺负我老婆的人拉出去处理。是。哎，陆少，有话好说，我是凡凡的母亲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哎，凡凡，你说句话呀！医书我们不要了，你爷爷留的东西，你难道也不想要了吗？陆19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你叫我什么？陆19。叫老公。老公。把东西交出来。陆少，误会，都是误会，东西我们肯定会给凡凡的。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。您就你们也配攀附陆家？江凡吕能嫁进来是因为他值得。你们现在赶紧滚回去收拾东西，3天后我派人去取，要是没有，后果自负。走。阿森，写啥呢？老爷吩咐记录你的一举一动，每晚如实交代。英雄笔记，拿来我看看。来。
快点儿！少爷因酒误事，险些让少夫人受苦，幸亏及时赶到。没了。我英雄救美的高光时刻呢？为什么不写上？赶紧拿回车上补去。等会儿，重点描写啊！江凡凡，老公刚才帅不帅？谢谢。然后呢？没了。没了。江凡凡啊，疼吗？哎呦，疼死我了！你快给我揉揉。我会的是医术，又不是魔法，揉揉怎么好了？那你给我吹吹，像和小时候一样。吹不吹？不吹我生气了啊！江凡凡，对不起啊，是我来晚了，要不然你也不会被吓到了。跟你没关系。我来迟了，他居然不生气，还跟我说谢谢。他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是否就能够重拾以后 Cause I always love you Cause I always love you 你给的江凡凡，你看着我的眼睛回答，你喜欢我。喜欢。怎么了？那我该说不喜欢？行，你不喜欢，小爷我有的是人喜欢，不差你一个。少爷表白被拒，恼羞成怒，扬言自有众多追求者，不差少夫人一个。少夫人，该回家了。少爷，你为什么不和少夫人坐一起？我凭什么跟她一起坐？少夫人是你的新婚妻子，你做错了事应该哄她，不是跟她赌气。阿森，少夫人，你什么都不用说，我知道你受了委屈。少爷新婚夜出去喝酒，还没能保护你，这些我都会如实汇报老爷。阿森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什么时候出去鬼混了？你自己说的，你有众多追求者，不差少夫人一个。那是我。老爷，汇报一下，少爷和少夫人正在亲嘴呢。江凡凡，我就知道你缠我身子缠了10几年吧。说吧，是不是买通阿森，故意搞意外占我便宜啊？我什么时候缠你身子了？你还不承认是吧？小时候老头打我屁股，你就在旁边边啃蛋糕边看，看完了还上手摸，说我的屁股比蛋糕软。哦，对了，老爷，少爷说少夫人在摸他屁股呢。小时候是被摁住不能反抗，现在小爷绝对不会让你得逞。没话说了。以前不是挺能跟我顶嘴的吗？你的伶牙俐齿呢？来接着说啊！老爷，您都听见了吧？少爷真在欺负少夫人呢。
崽子翅膀硬了，赶紧滚回来，看我们收拾你！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休息了。好的，少夫人。那个，我也有点累了，我们就先……不行，老爷要见你。江帆帆，救我呀！江帆帆，江帆帆！江帆帆，我娘跟你睡过，也不愿意听老头唠叨。走吧，江帆帆，宝贝，老婆，祖宗，你不救我，我跟你没完！江帆帆，衣服扯坏了。爷爷，妈，滚下去！除非您跪下求我。怎么样？你跪吗？混账！我问你，阿三说的是不是真的？行啊，骂人中气足，打人也有劲儿。看来江帆帆的医术是挺厉害的。再敢欺负依依，看我不扒了你的皮！另外，明天我办家宴，你带依依好好准备。行，赶紧滚吧。不是，爷爷，您心脏不好，是不是因为您偏心了？还有您这记性，忘了我才是您亲孙子吗？阿三，把这个小混账送回去。从今天起，多派几个人盯着他。你给我盯好他。保证完成任务。爷爷，你知不知道我和江帆帆怎么结的婚？是他花了1个亿请他来睡我的，你孙子的清白就不管了？是他花了1个亿请他来睡我的，你孙子的清白就不管了？他说的是真的？爸，是我考虑不周。荒唐！让依依睡他，就给1个亿，这臭小子至少得3个亿，依依才勉强考虑，还得闭着眼睛凑合。不是爷爷你，怪不得人家依依拒绝了。哦，原来啊，人家根本没看上你。妈，你再说一遍，他拒绝了。拒绝不也很正常吗？也不知道后来他看到你有没有想吐。江帆帆，小优跟你没完！少爷，这是您的日常用品，从今天开始可以跟少夫人同吃同住，我们随时会向老爷汇报的。阿紫，咱们好歹一起长大，你至于带这么多人吗？哎，你说这玩意儿能把头发电秃吗？晚11点53分，少爷想用电棍电少夫人头发，报儿时剃头之仇。你属蛔虫的是吧？我不电了还不行吗？别急了，拿着。没想到，真的有一天能和江帆帆结婚。江帆帆，
开门吧，你老公来了。你这是？你怎么哭着脸？谁叫你还搞不江凡凡，我妈让你睡我，你拒绝了。笑什么笑？不笑了，笑这么好看，真要命啊！你这姿势，好像我当年推你入坑的姿势。江凡凡，你当年就是故意的吧？笑，我让你笑，看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？幼稚。睡觉。江凡凡，你好香。像刚出锅的大馒头一样。江凡凡，你干什么？我看你命犯桃花，我帮你治治。你那是想让我断子绝孙吧你不是想守身如玉吗？我帮你一把，以后不光是我，别的女人也不能惦记你。哦，原来你是想独占我呀！哎呀，江凡凡，占有欲不要那么强嘛。我过去，你是不是又要扎我？你睡觉老实点，我就不扎你。那你不能趁我睡着对我图谋不轨啊！少废话，睡觉。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那个江凡凡，你说，老头这2天身体好多了，想办家宴，你江凡凡，你竟然敢偷袭我！哼！睡觉。亲都亲了，可不能再睡我了。快睡吧，明早起不来了。那我去换身衣服。微微，这次家宴你跟19的婚事也该敲定了吧？不过有件事我得提醒你，最近治好爷爷的江大夫总是缠着19，虽然19不喜欢他，但我看呀，他就是故意勾引。还有这种事儿？千真万确。要我说呀，除了你这个简家大小姐，整个白城还有谁配进我陆家的大门啊？那个小贱人就是白日做梦。江凡履，你不就是靠着陆19撑腰吗？现在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留在陆家。我和19的联姻早就定下来了，还轮不到外人插手。江大夫，之前是我太担心爷爷了，才对你态度不好，你不会往心里去吧？你就是治好陆爷爷的医生？我把我的谢礼给江大夫。
这些都是我用过的，不过都还挺新，江大夫应该不至于嫌弃吧？他怎么会嫌弃啊？你是19的未婚妻，能得到你的赏赐是他的荣幸啊。真会说话，下次带你去定制衣服。正式介绍一下，我叫简宁薇，是陆家未来的女主人。这些是你治好爷爷的报酬。我和19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做孙媳妇的尽点孝是应该的。另外，你治好爷爷后自觉离开，想要多少钱自己开。100万，1000万。江大夫，做人不要太贪心，你一辈子行医也赚不到这么多钱。就是，要不是你救过爷爷一次，连陆家大门都摸不着。把手伸出来。干什么？简小姐，你打过胎？胡说八道！江凡律，你敢！堂姐，痔疮严重，保守治疗没用，得手术切除。我还去给爷爷复诊，先失陪了。陆婉欣，你不是说他就是个柔弱土包子，想靠医术攀附陆家吗？微微，你放心，他不过是救了老爷子才逞强的，19根本不喜欢他。既然他给脸不要脸，在晚宴时就给他赶出去。干杯！今天确实啊，对，好久没合作不错，还继续跟进。漂亮。哎，好，是谁来了？依依，来，过来到这边来。这位是？这位啊，是我的妈，他就是个佣人，不用刻意招待。微微和19年纪也不小了，现在陆老爷子身体好转，不如趁这个机会把婚事办了。等他们有了孩子，说不定老爷子都不用吃药了。等我和陆19的婚事定下来，再好好收拾。19和微微的事，他们早就没有来往了，而且当初的口头约定已经解除，怎么又提这个事儿？我怎么不知道解除了？当初还是我做的媒，而且怎么说好像这事儿说解除就解除了。再说除了微微，还有谁配得上陆家呀？不行，我的儿子已经结婚了。他小两口啊是先领证，然后呢筹办婚礼，还没来得及告诉大家呢，陆19结婚了。对，这个啊就是我的儿媳妇江凡吕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当初说的是再观察观察，什么时候说过解除婚约？微微等了你儿子这么多年，你们现在这么做是想跟简家翻脸？当初我们送西城的地皮作为补偿，你们也收了，现在还想反悔？哼！我告诉你，江凡吕这个儿媳我认定了。妈，陆伯母，这是陆家祖传手镯，要是婚约取消了的话，这手镯怎么还在我这儿？当初分明是你们不肯归还。在我看来，婚约依然有效。妈，给陆伯母点时间，让她好好想想。陆夫人，我劝你慎重考虑。19以后要继承家业，妻子没强势娘家撑腰，日子不好过。我想你比谁都清楚。妈，没事，别生气了。依依，放心，这事儿我一定给你个交代。一个江家养女也值得你这么看重，赶紧把她赶出去，别让一个下人坏了陆家门风。对，赶出去。这事儿我会禀报老爷子，让他定夺。要是老爷子不同意，我们自己想办法清理门户。我陆家的家事轮得到外人指手画脚？我陆家的家事什么时候轮到外人指手画脚了？妈，不用理会，他们迟早会后悔的。简小姐，
你不止打过一次胎吧？你血口喷人！妈，我们走。站住！我警告你们，以后再敢欺负江凡旅，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。走，走，走吧，咱们走。依依啊，都怪我当初无论如何都应该把传家的镯子给要回来。现在镯子在他的手上。19的父亲失踪之后啊，他2叔、3叔都一直别有用心。你和19结婚，他们的龌龊手段肯定会对准你这个没有背景的少夫人。我没事的嘛，没关系，我自有打算。什么传家镯子呀？你奶奶当时传给我的是陆家代代相传的信物。你给简宁威了，我就要回来。等等，没关系，我不在乎。你不在乎，我在乎。妈，陆19太过分了，你为什么非要我嫁给他？谁不知道陆家现状？陆老爷子时日不多，陆夫人独木难支，拿下陆19就能拿下整个陆家，到时候简家就能更上一层。原来如此，陆19想站稳脚跟，必须看我们简家的实力，要不然……陆19他来干什么？难道想通了要娶我？你找我什么事啊？哦，听说我妈给了你一个镯子，我想看看，毕竟是陆家传家宝，我好奇的很。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一条普通的镯子。哦，是吗？啊！陆19，你干什么？我老婆的东西，阿猫阿狗也配碰？简宁威，我警告你，离我老婆远点。还有，说话放干净点，要不然休怪小爷我对你不客气。哎呦妈！陆19太不识抬举了，全为了江凡旅那个贱人这样对我，我要让他这辈子都不好过。都听你的，你想怎么报，妈都支持。江凡凡，我回来了。哦，对了，老头，简家那边，简家的事儿我都知道了，这个不用你管。只要我还活着，他们就别想欺负陆家，更别想动依依一根手指头。切，江凡凡是我的人，谁敢欺负他，第一个弄死谁。轮到你来护着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赶紧带依依回房休息吧。江凡凡，你这弄床被子挡着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怕你对我心生歹意，又像昨天一样偷亲我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是因为我帮你抢回镯子，你心怀愧疚，怕控制不住自己犯错，是不是？赶紧睡觉，一人一半，不许越界。一人一半，想得美！江凡凡，宝贝，老婆。其实你也不讨厌我，对不对？那以前我跟你告白，你为什么不同意呢？
我怎么会在他怀里？沙啦啦啦，沙啦啦啦，沙啦啦啦。江帆帆，你要干什么？江帆帆，你怎么睡我这边来了？大早上摸我，我要去找爷爷告状。陆师兄，你站住！救命啊！快来救你们少夫人！陆师兄，你给我过来！他一大早就对我图谋不轨，小爷快抵不住了。陆师兄，你别胡说八道！快告诉夫人，少爷和少夫人打起来了，少夫人想霸王硬上弓，少爷宁死不屈啊！不对，明明是少爷要扛不住少夫人的热情，要闹离婚。少爷，他是不是不行啊？陆师兄，你宝宝，别生气了，回去让你睡还不行吗？你放开我！你再不放开我，动手了！来，朝这儿打。刚刚右边打了，左边你也得打对称。小爷我有强迫症。来自老婆的爱心巴掌，怎么样，帅不帅？闹够了没有？我还有事，没空陪你闹了。江帆帆，我找了你这么多年，在你心里，我就一点不特别吗？装什么清高，迟早收拾你。江家的人来干什么？站住！你们来陆家干什么？婉欣姐姐，我们来看依依，顺便拜访下陆夫人。毕竟现在都是亲家了嘛。亲家？你们也配？我看是来要聘礼的吧？可惜了，大伯母已经把所有聘礼都给江凡履了。就你们对他做的那些事儿，没收拾你们就算客气了，还敢来讨好处。陆小姐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你敢质疑我？不敢，只是……妈，这陆夫人也太过分了，难怪她老公失踪了，就她这尖酸刻薄的性子，谁能忍呀？就是，那都是她活该。江凡履那个小贱人，发达了居然忘了本，不救济公司就算了，把医书藏得严严实实，还敢让陆十九给他撑腰。你们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哦，是吗？哼，江凡履那个小贱人，发达了居然忘了本。陆小姐，我就是气不过江凡履，一时糊涂。我要你们帮我办件事，这件事呢，可大可小，就看你们怎么做了。陆小姐，我们答应你，你让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愿意。如果我要你们让江凡履身败名裂，你们也愿意？愿意。婉欣姐，我们早就想收拾他了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们立刻动手。江凡履，有江家的人对付你，这次看你怎么留在陆家。等老爷子一死，我让你们俩在大街上团聚。做没个坐相，成何体统？这个地儿，穿个睡衣到处乱窜，爷爷迟早会嫌弃你。老头儿，把陆氏给我玩玩呗。
你不是最讨厌被束缚吗？怎么，想通了？这白城的天，我得替陆氏顶起来，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凡凡。你长大了，放手去做吧，爷爷给你兜底。行嘞，那您就瞧好吧。嘿，赶紧滚回去，把那睡衣换了。哦，臭小子！爷爷，谢了。陆总接手陆氏，是因为陆老总裁身体不佳被迫上位吗？我爷爷身体硬朗的很，还能揍我。我接手，是因为该负的责任得负起来。依依呀，之前妈跟你说的慈善晚宴就定在明天，你看看。什么玩意儿？不去，这玩意儿谁爱去谁去，江凡凡不去。依依是陆氏集团的少夫人，她以后是要坐我这个位置的。这次的慈善晚宴，所有的善款都会以陆氏少夫人的名义捐给山区的儿童。我说不行就不行，我已经入职陆氏了。江凡凡是个独立的人，她不需要参加陆家任何应酬。我会准时参加。江凡凡，行，到时候被人欺负了，别哭着回来求我。混账！道歉。老头，我说的不对吗？你让他去面对那些吃人的八婆，你是觉得他被骂的还不够惨是吗？江凡凡，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你是跟我走，自由自在，还是留在这儿，当一个任人摆布的陆少夫人？我会留下来。你19，你能当好陆氏集团的总裁，我就能当好陆少夫人，请你相信我，好吗？江凡凡，我只是希望你嫁给我是幸福的，是开心的，想做什么就去做吧，我会保护好你的。这两口子要是19的爸爸还在，该有多好啊！吃饭，吃饭。哟，陆少真是好品，带个乡巴佬来参加慈善晚会，他有钱捐吗？我老婆是陆少夫人，轮得到你来插嘴？妈，把银针拿出来，快叫救护车！来给我。是癫痫发作。你干什么？这可是宋夫人，你这死人你赔得起吗？让他救！出现任何问题，我陆19一命换一命。你。陆少夫人手上这个位置怎么有个纹身？妈，妈，快起来！妈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多谢陆少夫人。宋少客气了，治病乃医者本分。我老婆就这么厉害？江凡旅，你抢了陆家还不够，还要抢宋家的青眼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总是要抢我的风头？我一定要让你身败名裂！刚刚陆少夫人手腕上的纹身，难道是巧合吗？这个位置
10个亿的项目你当是儿戏？我跟你爷爷打江山时，你还穿开裆裤呢。公司业绩下滑，全都是你的责任。我劝你还是早点退位，让你二叔闭着眼睛都比你管得强。管理公司不行，玩女人倒是挺在行。19，我们先回办公室。糖醋小排，肥瘦相间，你最喜欢的。老婆，我是不是特别丢脸啊？在他们眼里，我就是个废物。不丢脸，哪有谁一开始都是如意的？在我这里，你就是最好的陆十九。那我们去休息室吃吧，这儿乱糟糟的。吃完，宝宝陪我午睡，我都好久没睡好了。吃完，宝宝陪我午睡。听听，就知道跟女人腻歪，废物！10个亿的投资都敢随便批，到底是年轻啊！黄毛小子一个，不成气候。有些人是该清理了。江凡旅最近风头很盛啊，你们就没点其他办法？陆小姐，我们也想啊，可他现在攀上了陆少，我们哪敢呀？你按照我的计划去办，去江凡旅的医馆加点料，记住，一定要让他搞出人命，把他送进去。这个办法好，你们去办，事成之后，我给你们500万。500万？你们有事吗？凡凡妹妹，我咳得肺都要出来了，求你帮我看看吧。是呀，凡凡，你就帮你姐姐看看吧。手伸出来。等我一下。稍等我一下。凡凡妹妹，以前都是我不对，还想着攀附陆少，现在想想真傻。哎呀，这熬药应该要很久吧？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点事儿，这药我们明天再来取啊。这是信号被干扰了，他们来这的目的是什么？是啊，来，可不是嘛。呀，治死人了！江凡旅治死人了！是怎么回事？真的假的？这人晕了，我真治死了。随便查，怎么走回来啊？还是我进去。怎么走啊？你干什么？人都被你治死了，你还想补刀不成？大家快报警啊！江大夫治死人了！治死人了？不应该啊！江大夫怎么会治死人呢？
不行！你们看，老爷子都吐血了，都是江帆旅干的。舒服多了，这小姑娘的针法比那些庸医强100倍。原来江大夫是在救人啊，我们都误会他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明明把药换成了……你把药换成什么？毒药？许青桐，你安的什么心？真以为我会天真的相信你们是来求和的吗？滚出去！以后不要再来我的医馆。幸亏昨天留了一个心眼，闻着那些药味道不对就换掉了。可是那毒药，他们是从哪弄来的？青瑶，你真的没事吗？嫂子，我真的没事儿，我巴不得和任子谦解除婚约呢，没想到天助我也。不是上天助你，是你哥哥在助你。对了，嫂子，快过年了，过2天家里又要办宴会了，到时候你又要忙起来了。没事儿，我之前在陆家慈善晚宴上看到宋夫人，陆家她之前不是一直都不参加这种宴会的吗？这是慈善宴会，这宋夫人是出了名的喜欢做慈善。我听我妈说，是因为宋夫人自己的女儿失踪了，所以她呀是想多做点好事呢。宋夫人有个女儿吗？之前从来没听说过呀。宋家21年前是有过一个女儿的，被他家的保姆偷走了。当年宋家刻意压下去了，警察一直没找到那个婴儿的下落，连个尸首都没找回来。天哪，感觉宋夫人好可怜啊！那个保姆人贩子真该死。他没说孩子去哪了吗？那保姆说扔在路边了，当年技术又不发达，监控也不齐全，宋家每年都在查，直到现在也没找到那个孩子。大家都说那么小，可能已经21年前，宋家有个女儿。江大夫，那天多亏了你救我，这次我让景年陪我过来，是专门向你道谢的。宋夫人客气了，这些我就不收了。收下吧，孩子，你救了我，我记着你这份恩情了。江大夫啊，你很对我的眼缘，面相很好，一看就是大家闺秀，医术也很好。陆少爷娶了你啊，真是好福气。谢谢宋夫人。你这孩子怎么回事？非要跟着过来，来了也不说话，真是。江大夫，这纹身很漂亮，是后来纹的吧？宋少有什么事吗？江大夫手腕上有个纹身呢，很漂亮。我失踪的孩子手腕上也有个这样的胎记。是吗？真巧。妈，别伤心了，妹妹她一定会找到的。江大夫，听说你是江家养女。江大夫，宋少，不好意思，我有患者，你们先喝茶休息，我先去忙。你这孩子怎么回事？话怎么这么多？我看江大夫好像都有点不高兴了。难道是我想的太多了？他不是念念。站住！你是谁？我是这儿的主子，滚开！谁呀？这一大早在我家吵什么吵？哟，这不是刘洋的大少爷吗？怎么，国外混不下去了？继母，你怕不是忘了，我才是江家的继承人，这是我的宅子，我想回来就回来，让开！妈，大哥怎么回来了？不会是来要钱的吧？这个败家子儿，现在江家哪还有什么钱啊？
这些邮件都是父亲失踪前1周的。我安排在陆振海身边的人，这2天在破解他的电脑加密文件。陆振海和陆正深说，项目有险，负责人要去码头审查。你怀疑父亲失踪就是二叔干的。我们查了工程的进展，全部都很顺利。但是我父亲被单独派去码头审查，然后就失踪了。警察要查监控，监控恰好就在那几天都坏了。最关键的是，这些文件证据不是从电脑内发现的，而是有人用匿名邮件威胁陆振海。还有人在查这件案子。甚至比我拿到这些证据更早，但他没有选择揭发，而是选择匿名邮件去威胁陆振海，就为了夺权，害我父亲。我现在就去揭发他。19，这些证据不足以扳倒他们，或许你可以放出风声，就说你要重启父亲当年的项目。没错，他们会自己跳出来的。那个威胁二叔的人，他会是谁呢？南城那个项目必须叫停，你父亲当年就是栽在这上面，你是在重蹈覆辙。王叔，我父亲栽的是跟头，我栽的是金子。这项目我亲自负责，出了问题我提头来见。你提头？你这条贱命值几个钱？陆氏员工上千人的饭碗，你担得起吗？那王叔的意思是，我应该把这个项目交给我二叔，让他像当年照顾我爸一样照顾我。小九年轻气盛，各位别计较。不过南城那个项目确实风险挺大，不如让二叔帮你把把关。二叔这么关心我呀？那我要是不愿意呢？二叔不做。好，那就预祝小九成功。陆振海，你到底是主谋还是帮凶呢？谁动了我的箱子？什么箱子啊？我不知道啊。大哥，你可别冤枉好人。我警告你们，那遗书是爷爷留给我的。哼，我差点都被你给骗了。原来那老头子留的遗物，还有那遗书的下半句，居然是被你给偷走的。走！你们两个蠢货！不要，哥哥不要偷拍我！不要！不要！求你！江凡凡，江凡凡，江凡凡，你怎么了？陆十九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好不好？宝宝，我在呢，你说，我听着。我是我爷爷捡回来的，家里除了江满远，还有一人，我大哥江少林，他心机很深，他就是个变态，总喜欢偷拍我。在我被爷爷罚得遍体鳞伤的时候，他假意关心我。然后呢？我那个时候太饿了，我年纪又小，不懂那么多弯弯绕绕。他给我拿吃的，我就对他感激涕零。
谁知道他居然拿出手机偷拍我，嘲笑我像狗。你爷爷呢？他没帮你？我不知道，我爷爷他好像从来没有把我当成真正的孙女。在我背诵《黄帝内经》时，背错一个字就要打一次手板，流眼泪也要打手板。我总是记不住人体穴位，他就亲自给我下针，针扎在我身上可疼了，我就记住了。你身上的伤都是他弄的，宝宝，我能怎么做？19，我能嫁给你，脱离江家，已是人生幸运。谢谢你，让我知道，这个世上还有人可以毫无保留的爱我，也是你让我知道，已经困扰了我很多年的事。什么事啊？是你让我不再质疑我真的很差，是你让我明白，原来世界上真的有人可以毫无保留的爱我、宠我。江少莲，我不会放过你。宝宝，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把他墓碑砸了？他不配。他好歹教了我一身医术，养我长大。江大夫，又见面了。我们来给我妹妹扫墓。节。陆少夫人，那医书本是温家的，你爷爷当年曾随我学习，医书是他带走的。我爷爷是偷的您的医书？当年我的课他来听过，他为人勤奋好学，我收他为徒，破例留他在温家住了半年，随我学习。我确实没想过丢失的医书会在他手里。你怎么知道是温家的这本？我研究了医书一辈子，爷爷那些治人的手法都出自这里，我不会差错。我也是直到你跟江家大小姐那些事儿闹出来，才查到你手里这本医书的，应当分为上下2卷。可是我手里只有1卷，爷爷从没有告诉过我医书有2卷，所以他留下的遗物中，其中有一样就是另外1卷医书。说起来，那时你才半岁吧？你爷爷怎么没把你带来温家？不然我小时候肯定抱过你。宋少当时也在温家。我妹妹早产体弱，妈妈常带我们住外公家，方便照料。妹妹，你这不知道啊？宋家21年前是有过一个女儿的，被他家的保姆偷走了，当年闹得可大了，警察一直没找到那个婴儿的下落，连尸首都没找回来。江大夫手腕上有个纹身呢，挺漂亮的。我那失踪的孩子手上也有一个这样的胎记。我不会和宋家有什么渊源吧？19，我怀疑我的生辰八字是假的，我想查一查宋家当年失踪的那个孩子。好，我帮你。之前因为还敢给我们发请柬，不怕我把他头打爆？江少林，他什么时候回国的？怎么还和简宁薇订婚了？这照片就是他拍的，我现在就去杀了他！都过去了，这只是我当时不肯背医书爷爷给的惩罚。江大夫，你可真能沉得住气啊！不过你以为江少莲只拍了这些，他是什么德行，你该最清楚。你到底想怎样？来我的订婚宴，陆19不愿意娶我也就罢了，
总该看着我这个初恋未婚妻步入幸福的礼堂。喂，你就算没有镜子，也应该有尿吧？出去撒泡尿照照自己，长那么吓人，我又不眼瞎，滚！你们说不来，这些苦难剪辑史会在当天全网循环播放，想必很多变态最爱看陆少夫人这副模样。19，有些仗既然躲不过去，那就打吧。宝宝，我查到了，22年前，宋夫人生下的女儿被保姆偷走，原因是保姆那老公常年赌博，他向宋夫人借钱被拒，而心生怨恨，想偷小孩去卖钱。可惜宋家察觉得早，他逃窜时将孩子扔在路边，被抓后，孩子已经不见了。宋夫人说，那个婴儿手腕上有个胎记，爷爷为何要让我用纹身遮盖胎记？难道他知道我是宋家的女儿？宝宝别怕，不管你是谁，都是我陆19的老婆。如果你想继续查下去，我陪着你。谢谢你，陆19，剩下的我自己来解决吧。江大夫，上次你给我开的药我吃完了，再给我来点呗。我准备好了。宋少，我看你头顶有点发炎了。什么？不会是脑瘤吧？你快帮我看看。我近距离看一下。怎么样？是不是脑瘤啊？不好意思，我看错了。走了。嗯。希望还来得及。符合亲兄妹血缘关系。网上都传遍了，说她是江家捡来的养女，根本就配不上小陆总。小陆总之前不是跟简小姐订过婚吗？好像就是被他给破坏的。这手段真看不出来啊！这样的人还做医生？看到的是这样的版本吗？我听到的是他跟江家那位没血缘的哥哥好像也有一腿。宝宝，你怎么来了？想和你一起吃饭。公司出事了。二叔的人在这个项目上动了点手脚，那都是小问题，我能解决。亲缘鉴定的事情，还是先不和他说了吧。简宁薇的订婚宴，我想去。我想去和江少爷对峙，但那些照片万一公开，会连累陆家，所以我想，我们要不要先什么？离婚。离婚。我是想等风波过去了以后再。江凡凡，你再说一遍。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说。陆19，你别生气了。老公，你真不理我了。19哥哥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说那些话的。江凡凡，我跟你讲过，
我会保护好你的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会永远在一起，永远都不分开。陆总，今晚的事情我安排好了。什么事儿啊？老婆，你今天应该没有别的事吧？我带你去玩个刺激的。少爷，找到了，这是当年南城项目的原始文件。你去查一下当年项目的资金流向，尤其是出事前1周的大额支出。陆云舟，当年这个项目是三叔跟我爸一起负责的，他为什么突然撤手不干了？三叔，原来南城这个项目是和丰城集团一起合作的。丰城集团主要负责码头那边。当年爸失踪之后，丰城集团码头是第一负责人，后面逐渐落败了。三叔突然撒手不管，应该有隐情。手机，以防万一，先留下证据。服务员，快！走。确实啊，他的福气真是恭喜，就是，对啊，我们确实是好久不见了。哎呦，妹妹终于来了。我老公还说你小时候可不太规矩，有些小偷小摸的习惯呢。好久不见呢，妹妹，你也太无情无义了吧！从我们江家长大，嫁到陆家就忘了娘家，就连娘家破产都不管不顾，真是伤了哥哥的心呐。陆少夫人，对于江先生说你忘恩负义、白眼狼这些话，您是怎么看的？滚蛋！伤了哥哥的心吗？那你怎么不说？小时候你们不给我饭吃，一饿3天，我还需要到厨房偷东西吃这些事。我有证据证明我的妹妹不只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。是那些照片。干什么？师长，师长，师长！打死人了！陆少把江少林打死了，闹出人命了，快报警了！这个是杀人！哎呀，就是。怎么会？江少林真的死了？陆先生，请配合调查。师舅，我陪你。我们没做，你别怕。没事。阿紫，哎，照顾好我老婆。是。师舅，这公司可怎么办？闹得很严重，就是无手。是呀，我看行。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呢？哎，老爷子来了。怎么，你们想造反吗？爸，您太纵容小九了，您看看他，闹出人命，股价大跌，我们怎么跟股东们交代呀？我们一致认为，陆总不适合继续担任 CEO。没错，如果您执意要护着那小子，别怪我们做出什么事情来。老总裁，老总裁，老爷子，
我看你还怎么护着他。三叔，怎么回事？爷爷怎么病倒了？凡凡，19的新闻爆出来了，爸在公司主持大局，陆振海带着一帮股东闹事，老爷子急火攻心晕倒了。妈看见新闻也晕了过去，我就给你打了个电话。嫂子，爷爷这你先看着，我去照顾妈。嫂子，有什么事你尽管说，我们也在想办法，肯定能把九哥捞出来。九哥这件事目前还在调查取证阶段，他这段时间被关着，对陆氏的影响会比较大。他没有杀江少林，他甚至连江少林的骨头都没有打断。江少林肯定是被简家提前动了手脚，他必死无疑。简宁外就是要19先动手，拉他下水。这简家真是卑鄙，居然做出这种局。少夫人，我去捅了简宁卫这个王八蛋。没事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心里有数。这段时间陆氏集团的事，就劳烦各位多照顾着。公司那边我会过去顶着，小九的事我正在找证据，但你得稳住。我知道了，三叔，谢谢你。这些年我一直是老爷子安排的人，我是陆19在陆氏最后一道屏障。那封威胁陆振海的邮件跟你有关吗？那封邮件是我发的，我知道小九在查他父亲的案子，那天你们在档案室，也是我给小九发的短信。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当年我哥收到陆振海发来的码头检查通知，第一时间告诉了我。他打电话时说得很清楚，说咱们兄弟俩一起把关。可是你没去。当时他手里的项目和我手里另一个项目抢资源抢得厉害，我想着私下还是慎重见面，就拒绝了。第二天我知道我哥失踪的消息，你不知道我有多后悔。我们查到当年您和他一起接手一件项目，可是为什么突然转手接另一件竞争的项目？那个项目是陆振海谈下来的，他临时变卦想甩出去。我当时年轻气盛，想独自挑起大梁，也想在老爷子面前争气一次，所以接手了那个项目。难怪这些年我查了很多次，但是一直没有查到什么线索。现在陆振海狗急跳墙，他逃不掉了。可是小九他……三叔你放心，我一定有办法救他的。少爷，陆少在简宁薇的订婚宴上失手杀死了他的未婚夫江少林，这个男人还是宋少夫人的大哥，现在陆少已经被抓了。宋少，抱歉打扰了。江大夫，我知道你很着急，但是简家和陆家的事，宋家不便插手，你是知道的，这是规矩。可不可以看在这份报告的份上，帮我一次？求求你了。这份鉴定材料，你从哪里拿到的？这是
我那天偷拔你的头发去做的 DNA 鉴定，准确率还算高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我们可以再做一次。你是……如果结果还是一样的话，可以帮我一次吗？帮我把19救出来，就一次。放心，我会用最快的速度把他带回来。念念，去医院！告诉简家的人，不想让简氏所有企业明天破产，就把证据交出来。还有，立刻在官微上宣告，宋家相信陆十九的为人，力挺陆氏集团。19，我睡了多久了？19，他什么时候才能出来？才睡了几个小时而已。你放心，19那边已经有了新的证据，他下午就能出来。你先照顾好你自己。谢谢宋少。念念，其实我们不用那么客气的。其实我从来没有和真正的家人在一起过，所以请给我一点时间。19，宝宝，我身上脏。我不管。简家的人不想简宁威连累公司，主动求和，搜了简宁威的证据过来。江少林的死因是因为长期服用壮阳药物，又一直纵欲过度导致的猝死，所以你暂时不会有事了。多谢。但一码归一码，人情是我欠的，别为难我老婆。放心，不会为难念念的。她叫江凡凡，不叫念念。宝宝，我们回家。宋锦年，你给我滚回来！锦年，我说过多少次，私交是私交，不要插手陆家和简家的事情。好了，别生那么大气嘛。景年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今天对陆家，尤其是对简家的出手方式不太寻常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爸妈，因为念念，我的妹妹她还活着。什么？景年，你不要吓妈妈。当年保姆因为记恨你，将她偷走丢在路边，等我们找过去的时候，她已经不在当时那个位置了。可她并没有死，她被江家老爷子捡了去。她是陆十九的妻子江凡履。我们的女儿还活着，还活着，是我对不起她，我居然没有认出她，我要去找她。妈，您必须保持冷静。念念知道这个事情比我们要早，如果不是陆十九出事，他也不会找上宋家，所以给他也给您一点时间吧。你的意思是，你妹妹早就知道，是她不想认我们吗？这些年，她在江家过得非常不好。她跟我说，
他不知道怎么样跟家人相处，所以给他一点时间吧。妈，老婆，陈北，你涉嫌多年前陆振生失踪一案，有视频拍到是你把陆振生推下海的，跟我们走一趟。不是我要推的，陆振海，救我，救我！陆振海，好啊你，过河拆桥是吧？当年明明是你把陆振生约到码头，要逼我下手的。警察，我要举报，是他害死的陆振生。陈北，你胡说八道，你闭嘴！我有证据。三叔，我这儿有许峰的人证和供词，她的丈夫可能也是被陆振海杀人灭口的。另外，我还有他安排人在我办公室装窃听器的证据。伪造的，都是伪造的！陆十九，你为了夺权，居然捏造证据！你个畜生！大哥对你那么好，你也下得去手？警察，我可以出面作证，这些年陆振海在公司私自转移财产，收受贿赂，带走。走，我总算对得起大哥了。宋少，江凡旅，你们来这里做什么？你们害得警察天天来找薇薇审讯，还不够吗？江凡旅，你这个贱人，你竟然敢威胁简家长老来搜我的证据！是我威胁的。怎么？我倒是想问问简小姐，之前我在陆家被人下迷情药的事情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别以为你们宋家势大就冤枉人。陆婉欣在监狱里已经招了，是你收买了她，香也是简夫人买的。他血口喷人！我告诉你，江凡旅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永远不可能！江少林之前吃的药物出自谁之手，你应该最清楚。就算现在没有证据，不代表一直查不到。麻烦了。简小姐、简夫人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江凡旅，你一定对你爷爷很失望吧？江少林曾经跟我说过一件事，他说爷爷曾经偷温家的医书，可惜啊，江家的子女都不是学医的料，于是他那晚捡到你，把你养大，可你呢，却只看到了你爷爷和江少林对你的打骂。你可知江少林多次趁着你熟睡时想侵犯你，是你爷爷啊故意对你严苛，天天盯着你抄医书，所以他才一直没机会对你下手的。哼，江凡旅，你去死吧！宋少，宋少，你没事吧？江凡旅，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走。对不起，宋少，是我连累了你。没事，也就是鼓点折而已。反正你是医生，你帮我接上就好了呀。哥哥当年没有照顾好你，害你在江家受了那么多的委屈，都是哥哥的不好。念念，你能叫我一声哥哥吗？好不好？哥哥。念念，这么多年，我们一直都没有放弃过你，爸爸妈妈每天都很想你。去见见他们，好吗？好。今天是我宋家正式迎回失散20多年的女儿江凡旅，她会以现在的名字继续生活下去，我会以她的名义向山区儿童捐赠1000万。我宣布，我们会给念念10个亿的嫁妆，同时她将持有宋氏集团10%的股份。以后谁要欺负她，就是跟我们宋家和温家过不去。哎，看着没，我老婆宋家大小姐，以前你那说什么高攀我的，现在怎么说？妹夫，你悠着点，别把我妹妹的身价吹破了。哦，念念，外公还在等你呢。那本医书是时候物归原主了。这是当年的2本医书，现在还给你。
这本遗书我正式的传给你，你就是温氏一派的唯一传人。可是我……念念，接下吧，这是外公多年的心病，我们都看得出来，你很爱医学的。这么长时间了，我还是不敢相信，你真的回来了，念念。念念，都是外公的不是，让你流落在外，受了这么多的苦。外公，念念，以后我每天都去医馆为你打下手，你扎针，我给你递针，你写方子，我给你研末。您堂堂一代国医大师，给我打下手，不行，这传出去，大家的唾沫星子都要淹死我了。哼，我给我外孙女做小工，谁敢说闲话？他有本事也认我做外公。外公，我也是您亲孙子，您要不到公司也给我打下手？你管那个破公司有什么用？连妹妹都找不回来。孩子，你放心，以后在家里有什么事情直接给外公说，别被你哥哥欺负了。我怎么会欺负念念呢？我疼他还来不及呢。外公，过段时间我和19补办婚礼，你要是不嫌吵闹的话，就一起来观礼吧。好。什么？那小子居然连婚礼都没跟你办，我欺负谁呢？哥，开门！扫黄！什么时候交出来？完了，真扫黄来了。我跟我老婆扫个屁呀！九哥，仪式还没完成呢，开门！但不是。吃饺子看嫂子。哥，来吃个饺子吧。生的。九哥说生，嫂子，以后生孩子的事都归他了。九哥，你打算以后生几个？我不生，我舍不得我媳妇受苦。那下一个环节，怎么了？出事了！你们快来看看啊！啊？怎么回事？什么事儿？哎，走走走。闹完了，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别想阻止我洞房。19哥哥变聪明了。宝宝，我好想你啊，有老婆亲亲才能好。等我一下。老婆，等我，我也要。这就是幸福吧。我有家人，有老公，有朋友，有儿女。宝宝，怎么不说话？我在想，家规是不是该更新一下？哦，又加。新增一条。江凡履要爱陆19一辈子，永远不分开。